近期《安乐传》杀青的消息引起很多网友的注意，因为古偶剧本身的受众群体就比较广，再加上有热巴和龚俊这样的当红明星，所以这部剧在一官宣的时候就有着很高的呼声。特别是在当下这个选角越来越敷衍的大环境里，这部剧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俊男美女的组合。迪丽热巴和龚俊、刘宇宁的搭档，这就是颜值的保证。而且在曝光的相关路透图中，能够看出剧组针对服装造型是相当的用心，更加突出这几人的颜值。身高186厘米的龚俊和身高168厘米的迪丽热巴也被称为大长腿 CP。除了两位男女主，其中男二刘宇宁身高更是高达189厘米。当186的龚俊遇上189的刘宇宁，别说女主左右为难，观众也十分取舍困难。《安乐传》这部剧的主角，一个是龚俊饰演的太子韩烨，一个是迪丽热巴饰演的安乐。龚俊这一次收起温客型的邪魅不羁，将成为最清贵的皇朝太子。说实在的，龚俊的颜值在太子华服的衬托下贵气十足啊！在这部剧，太子韩烨把美强惨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就连自己的死期都可以算计。在那场对战秦兵的大战中，为了让准宗师出马，韩烨以自己为博弈的筹码逼宗师出手，为了赢得胜利，纵使死于前也能面不改色，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这样子清贵而又狠绝的人设，很有矛盾的美感啊！并且龚俊在《安乐传》中还有不少名场面，大家可以看到盲眼的他，也能看到吐血的战损美，还可以见识到他经脉断落的柔弱之态。这么丰富的人物状态元素，可以让我们好好欣赏龚俊的美了。面对如此贵气狠绝的太子，迪丽热巴饰演的女主安乐也不是柔弱的主。首先，她不靠男主吃饭，她反而是帮助韩烨的谋士。再者，她的立身之地也不是男主给的，她有自己的队伍，更能领兵打仗，并且她对爱情的态度也很直接。皇帝不同意她和太子韩烨的婚事，她直接带领水兵来求娶。安乐传的另一个惊喜，那就是男二刘宇宁，他将要饰演痴情的刑部尚书骆明熙。据悉，这一次刘宇宁之所以在安乐传出现，竟然是因为干饭。原本安乐传的剧组是没有把刘宇宁考虑在内的，但是正好司藤的庆功宴邀请了他，他觉得饭菜应该挺好吃的，于是就去了。在会场，别的人都在交际，刘宇宁在干饭；别的人在高谈阔论，刘宇宁在干饭。默默在席上吃饭的刘宇宁反而被《安乐传》的制片人看中了。在最近曝光的路透图中，就有迪丽热巴和刘宇宁的互动。照片中的两个人似乎进行到一个比较感人的桥段，刘宇宁看起来十分虚弱地坐在地上，而迪丽热巴则身着一袭白衣，捧着他的脸，似乎是在告别。而在另一张图片中，刘宇宁依旧坐在地上，不过这一次热巴揽着他的肩膀，两个人在对台词。从照片上看，两个人工作起来都非常认真。虽然刘宇宁演戏的经验还不如热巴丰富，但是看起来感情也是十分到位。虽然在这部剧中热巴和龚俊才是官配，可是从这两张路透上来看，热巴和刘宇宁也有感情线，两个人也很有 CP 感。另一边的龚俊则显得有点像局外人，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拍到男女主的感情戏份。这一次的路透图让不少粉丝大呼过瘾，也让很多对此剧有所期待的观众犯了难。热巴和龚俊、刘宇宁的 CP 感都这么强，到时候看剧的时候，岂不是会相当纠结？算起来，《安乐传》是刘宇宁和热巴的二搭，只不过《长歌行》中针锋相对的两人，到《安乐传》中成了青梅竹马。刘宇宁扮演的骆明熙和很多言情小说中的男二一样，对女主一往情深，求而不得。刘宇宁作为剧中的二番，虽然没有主角龚俊的热度高、流量大，可当剧照流出的时候，似乎也有不少人开始站队他和热巴的 CP 组合，这估计也是有观众缘吧。只不过二番的位置肯定是要给一番当陪衬的，因为不管骆明熙在剧情中如何出众，毕竟太子韩烨也是不遑多让。只是在刘宇宁剧照刚流出没多久，网上就有传言称他似乎有加戏的嫌疑，这是要跟男一对着干啦。不过很快刘宇宁在直播中解释了，说自己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要爆笑到不行，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虽说他很无奈地否认了，但背后是不是真有金主傍身，大家也是不敢就此下结论。毕竟刘宇宁一路走来确实比较顺当，从网红到歌手再到演员，一路攀爬，可谓勇者。刘宇宁在《长歌行》中出演男二号浩都一角备受瞩目，冷面侍卫和小白兔公主的 CP 组合也让不少人对他另眼相看。就算起初那会儿还有人质疑他的网红身份，可现如今还不是有和顶流搭档的机会，这也是让诸多人觉得挺幸运的。除了大家质疑刘宇宁加戏之外，有关男主龚俊因此不悦的消息也传得沸沸扬扬，而刘宇宁也表示他和龚俊相处得非常好，这样的传言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而在谈到龚俊因此不满的时候，刘宇宁也表示对方很好相处，龚俊也是他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人红还不事儿的人。看来私下里两人之间已经相处得很是熟络，毕竟近2-3个月的相处时间，所以这样的传言也就听听罢了。到了11月初，刘宇宁再次杀回大众视线，这一次是在《我们的歌》中与周笔畅、戴佩妮合作的《雨一直下》，这首歌被观众们怒赞为本季最佳舞台。刘宇宁在2个专业歌手前辈面前毫不怯场，毫不逊色，让人感慨，这真的是那个以翻唱走红的摩登兄弟吗？歌唱技巧成熟太多，台风稳太多。是啊，或许除了会考古的粉丝以外，只有古早一点的大众才会偶然想起刘宇宁是挂着摩登兄弟的称呼出道的，而且是网红歌手摩登兄弟。时间往回倒，让大家频繁想起刘宇宁的是那首从今年3月开始霸屏的《天问》，他唱的《山河令》OST。这首看似好唱，实际却不容易唱好的《天问》，让人们聚焦在他的唱功。当然啦，除了《天问》，他还唱过 N 多爆红剧的 OST 可谓是撑起他演艺生涯的半壁江山，让他持续被人们看到听到。可以说现在的剧基本都被他和周深承包了，形成一种请不来他俩唱 OST 的剧都提不上台面一样的感觉。再往前倒是2020年底的《终极笔记》，他饰演的黑眼镜，而这部片大家关注的是，刘宇宁演的还可以吗？再往前倒一点就是2019年了，拿奖拿到手软，各种舞台各种演出。2019年年初参加歌手被炒没资格，2019年年底参加我们的歌第1季，已经没那么多人炒了。对了，2019年的巡回演唱会，他用的称呼依旧是摩登兄弟。再往前一点是2018摩登兄弟爆火的年份，距离他们开始网络唱歌直播过去了4年，在这3-4年里，他日复一日的直播，一点一点的累积人气，直至一日抓住了大众的耳朵。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刘宇宁会火，而且不像其他网红那样昙花一现，他的演艺事业一直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刘宇宁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认真对外解释过，他如何努力认真的工作，让导演们记住这么一个看起来并不非常惊艳的人，一点点为自己争取，从边角角色一步步走到大热剧的男二。《安乐传》是热巴继《长歌行》后又一部女主剧，对龚俊、刘宇宁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他承载不少人的期待，或许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精彩。